就来介绍一下抗衰老中药，又称它为长生不老圣物人参。人参是来自于五加科人参的干燥的根和根茎。按照生长环境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野山参、移山参和人工栽培的原参。原参又可以按照不同的加工品种，分为一生晒参是经过晒干制成；二红参是经过蒸后干燥制成；三活性参是真空冷冻干燥制成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不同的人参它的形态特点。首先是野三参，野三参它是由鸟兽传播种子，生长在深山密林几十年以上，分布于北纬30至48度之间的长白山脉，和人工种植的原参截然不同。野三参处于完全野生的自然状态，在生长的几十年时间里无人为干预，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外形特征和养生功效。中国是最早应用人参的国家和地区，并将人参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，这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。早在2000年以前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对野三参的药用价值就有了详细的记载：主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开心益智，久服，轻身延年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野三参为神草，为其人参治男妇之一切虚症、发热、自汗、眩晕。在现代的中草药书籍中记载，人参有大补元气、固脱生津、安神益智的功效。但野三参生长的速度十分缓慢，每年平均增重0.5克左右。30年的纯野三参才1钱左右。那么同学们，1钱等于多少克呢？等于5克，很轻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野三参遇到恶劣气候，蛰伏地下而不出苗，消耗体内比较多的养分，重量甚至呈负增长。所以野三参生长的年限越长，体内的淀粉含量越少。同样体积的野三参，重量越轻的反而质量越好。所以野三参品质的优劣并非以个头大小来论英雄。那怎么去识别野三参呢？主要是去看五行和六体。只要仔细的观察每一个细节，都能够辨识出野三参的真伪。五行是指人参的虚、卢、脾、文、体。第一是虚，也就是指的虚根。野三参的虚根是长条须，老而韧，轻疏而长，其上最有米粒状的小疙瘩，也称之为珍珠点。如果色白而嫩脆，俗称是水虚者，则不是纯野三参。二卢，又称它为根茎。野三参的卢是比较长，分为2节卢、3节卢、线卢和燕脖卢。卢越长越好。3节卢它是含有马牙卢、圆卢和堆花卢。所谓的马牙卢是根茎上的茎痕明显，形如马牙状，多在根茎的上端。所谓圆卢是指根茎上的茎痕因年久而长平，形如圆柱状。所谓的燕脖卢是指根茎细长，稍弯曲，如大雁的脖子。
所谓线芦，是因年限久远，根茎上的芦碗长平，根茎又细又长。3. 皮，也就是指的外皮。野三参外皮老，呈黄褐色，但质地紧密而有光泽。如果皮嫩而白者，则不是纯野三参。4. 纹，也是指的横纹，在主根的上端有细密而深的环纹。如果环纹粗糙、肤浅而不连贯者，则不是纯野三参。5. 体，指的是野三参的主根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主根的六体。六体是指人参主根的灵、笨、老、嫩、横、顺的不同特征。1. 灵，是指野三参体态玲珑，样子好看，体腿明显分开，体多具2个，并且分叉的角度大。2. 笨，指根型挺直，体态笨拙而不美观，即使有2腿，两者粗细或者是长短也不匀称。3. 老，指野三参皮老，色黄褐，横纹细密而深。4. 嫩，指皮色嫩白，横纹粗糙而且肤浅，须根嫩脆，色白，易折断者，不是纯野三参。5. 横，指野三参的根粗短，2腿多向横侧生长。6. 顺，指根顺利并且直，单腿或者双腿并拢者多不是野三参。那么从上面的介绍，大家了解了判断野三参主要是从芦、须、皮、纹、体、五行和6体特征来鉴别真伪和纯正。那么下面我们再一起学习一下夷三参。夷三参长得很像野三参，但仔细观察就能分辨出来。夷三参是从池床种植环境中移栽到林下的野生环境，生长约10年以上，具有野三参部分特征的人参，但营养价值不及野三参。其主要的特征如下：1. 芦，略长，芦碗稀疏。2. 丁，多顺长。3. 是体，全体都有稀疏的环纹。4. 是皮，直出而不紧结。5. 是腿，比较顺长。6. 须，比较细嫩，下端分叉多。那各位同学，通过上面的学习，你会区别野三参和夷三参了吗？那么接下去我们就一起再来学习一下占人参市场份额最大的原参了。我们平时常说的人参，其实多指园地中人工栽培的原参。由于原参的价格比较便宜，并且产量多，是人参商品的主流，其占市场总量的份额在90%以上。原参是人工栽培培育而成的人参，是将种子播种于园圃，全人工管理下生长发育而成，生长年限约在5至6年。原参的外形特征：芦头短，芦碗少，身体呈圆柱形，枝根多顺长，比较长，主根上的横纹比较稀疏，并且不连续，皮粗而脆，珍珠疙瘩也不明显。那么各位同学，我们上述讲的是不同环境下生长的人参。当然，野三参是价格最高而且功效最好的品种，但原参繁殖周期短，产量高，易于研究与开发。比如，现代技术研究发现，
人参皂苷活性成分和多糖类成分能促进皮下血管微循环，推迟细胞衰老，延长细胞寿命，增强细胞再生能力的有效成分，具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功效。那么各位同学，关于人参的品种和鉴别的要点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